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众所周知，苹果将在明年秋季发布一款超薄版 iPhone 17，又被称为 iPhone 17 Slim 或 iPhone 17 Air。然而，这款新机的超薄机身给苹果设计团队带来不少困难，包括空间不足导致无法安装第二个扬声器，以及无法容纳实体 SIM 卡槽等问题。近日，The Information 发布了一篇关于 iPhone 17 Air 的深度报道，揭示了这款即将推出的新机的多项细节。看完你可能会和 Jeffrey 一样产生怀疑，苹果的设计师们，你们这是在做半成品吗？报告称 iPhone 17 Air 的原型机厚度在5毫米到6毫米之间，这将使其成为有史以来最薄的 iPhone。相比之下， iPhone 16的厚度为 7.8 毫米， iPhone 16 Pro 的厚度为 8.25 毫米。但由于追求超薄设计，某些硬件妥协不可避免。首先，据说17 Air 将取消物理 SIM 卡托盘，完全依赖 eSIM 技术。虽然美国版的 iPhone 14、15和16系列已经取消了实体 SIM 卡槽，但其他地区仍然保留。17 Air 全球都取消 SIM 卡槽，大家能接受吗？其次，报道指出，苹果设计团队发现很难将电池和导热材料安装到 iPhone 17 Air 超薄的设备中，这与早先供应链的报告不谋而合，表明苹果在 iPhone 17 Air 的电池技术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不出所料， iPhone 17 Air 还将配备更小的电池，最终的续航时间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是比不上 iPhone 17和 iPhone 17 Pro 系列了。除了电池问题， iPhone 17 Air 的超薄设计还导致无法安装第二个扬声器，因为机身底部没有足够的空间，底部扬声器被砍掉了，单扬声器，这音质能行吗？另外，据传闻， iPhone 17 Air 预计将配备苹果自主设计的 5G 基带，与当前 iPhone 中使用的高通基带相比，它更小、更节能。然而，报告称苹果的 5G 基带缺乏 Wave 5G 支持，总体蜂窝数据速度也会比高通慢。最后一个妥协与摄像头有关，报告同样表示， iPhone 17 Air 目前在背面有一个大型居中的摄像头凸起，但只有一个后置摄像头，相比 iPhone 16的2到3个后置摄像头，这拍照体验自然是不用期待了。The Information 提到， iPhone 17 Air 正在富士康进行早期试产，苹果显然在努力将足够的电池和其他一些组件装入超薄机身，但它仍有时间克服这些挑战。另据此前传闻， iPhone 17 Air 其他特点还包括 6.6 英寸屏幕、铝制框架、A19 芯片、单个48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24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以及用于 Apple Intelligence 的 8GB 内存。iPhone 17 Air 预计将于2025年9月与标准版 iPhone 17和 iPhone 17 Pro 机型一起发布，预计苹果今年不再推出 iPhone 17 Plus。话说 iPhone 17 Air 可能无法安装实体 SIM 卡槽，大家觉得会是真的吗？虽然苹果已经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逐步淘汰实体 SIM 卡，但目前为止中国销售的手机仍然需要支持实体 SIM 卡。难道苹果会为了一个卡槽直接放弃 iPhone 17 Air 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吗？自2022年 iPhone 14系列在美国市场推出无实体 eSIM 卡槽设计以来，也让 eSIM 技术得到充分展示。eSIM 主要优势不仅能提供更高的安全性，也能防止遗失或被窃 iPhone 的 SIM 资料被滥用，还支持同时管理多达8张 eSIM， 为用户提供了极大便利。尽管 eSIM 技术在全球其他地区已经相当成熟， eSIM 技术在中国依旧是面临重大挑战。那为什么 eSIM 在中国这么难推行？主要在于中国政府对于信息流通和通信的严格控制，全面替中国移动用户实行实名制，也是禁止 eSIM 技术普及的主要关键原因之一。由于 eSIM 技术允许用户在不同电信商之间轻松切换，导致用户能够使用海外 SIM 卡，绕过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和其他监控措施。这种情况也被认为会削弱政府对网络活动的控制，因此中国对 eSIM 的推广持反对态度，才会让苹果选择了妥协。过去都替中国地区 iPhone 取消 eSIM 功能，转向双实体 SIM 卡插槽。要是苹果要在全球替 iPhone 17 Air 改采用 eSIM 设计，可能会影响 iPhone 17系列在中国市场的上市策略。外界认为届时苹果可能会替中国市场推出特别版本，或等待政策变化。除了 iPhone 17 Air 外， The Information 近日的报道还提到， iPhone 17 Pro 和 iPhone 17 Pro Max 将进行重大设计变更。自从 iPhone 系列区分为 Pro 和非 Pro 机型以来，这两款旗舰 iPhone 17机型可能是第一批采用铝制框架的高端 iPhone。在 iPhone 15 Pro 发布之前，近年来高端 iPhone 机型都采用不锈钢框架，现在则采用钛合金机身。这一变化当时是 iPhone 15 Pro 的主要升级之一，但随着 iPhone 17系列的推出，报道称苹果计划将整个系列的设备都改回铝材质。据悉 iPhone 17和 iPhone 17 Pro Max 的背面
还将采用新的铝加玻璃设计，背面的上半部分将由铝制成，并采用由铝而不是传统的 3D 玻璃制成的矩形摄像头凸起，而下半部分将继续由玻璃制成，以支持无线充电。iPhone 17 Pro 的新铝制摄像头凸起据说也会比之前的机型更大。新设计或将成为近年来高端 iPhone 机型最显著的外观变化之一。iPhone 的机身外壳外观设计这些年基本都一个样，也确实需要有所设计变化了，不然每年新 iPhone 的机身后背都一个样，也会审美疲劳，没有新鲜感。你觉得呢？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觉得 iPhone 17系列值得期待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